其实这也是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心里可能会有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整体健康的理念，这种整体健康的理念，它真的有那么的强大吗？强大到能够让我们在身体最客观的这种内部的照片啊，也就是您每天要去面对的这个影像学的这个资料上，它也会留下一些被我们观察到的积极的改变吗？我们都知道哈，比如说像这个戒烟，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肺部的纹理变得更加的清晰能够强化降脂治疗，能够让部分的这种斑块，它可能不能消失，但它会更稳定一些那这些在影像上是有据可查的那这种看起来更加温和，甚至非常日常的抗炎饮食模式，它带来的好处也能够被影像学看见吗？其实在这个临床当中我们确实有时候会观察到鼓舞人心的一个积极的一个现象。那么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脂肪肝影像的改变以外对于早期轻度的冠状动脉钙化或者颈动脉斑块在强化药物治疗并配合严格的咱们的抗炎饮食运动之后，它的这个冠状动脉这个钙化积分可能不会减少，但是血管超声有时候会提示说斑块回声增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没有这几个字斑块回声增强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斑块趋于稳定那么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和风险就会显著降低。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可以执行这种饮食模式的这个朋友们通常就会感觉到精力更加充沛了，体重管理也更容易。慢性炎症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做那个血常规它里边就会提示说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指标就会显著的下降这个其实就生动的能够说明通过饮食优化身体的这个细胞微环境，可以从根本上为我们的健康赋能做出改变。好的，那这确实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哈那有了优质的这种营养的原料，下一步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就是把这个营养吃进来了，再转化成我们真正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活力一些动力等等。对，您提到的这一点非常的好其实这也是我们说今天强调的第二个支柱，就是运动运动维护功能的一个叫动态平衡系统那么对于咱们的身体，比如说已经发生了蜕变，然后需要呵护阶段的这些朋友们呢，那么运动的核心观念必须是什么？是功能维护和这个适应性的强化而不是说我们要去这个极限挑战或者说我们要去竞技，要去突破自我。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维持改善我们的关节活动度，增强我们原有的肌肉力量和耐力，提升我们的核心，提升我们平衡协调能力，优化我们的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环的一个效率。那孙医生您帮我们具体的展开的讲一讲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朋友他膝盖不好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有这个长跑的习惯一运动他就觉得疼那这怎么办？对，这是一个其实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那咱们就以膝关节蜕变，就是影像报告上咱们提到的膝关节蜕变、骨质增生或者说叫软骨磨损、关节间隙变窄，咱们就以这个为例子就此展开一点那么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运动不是让已经存在磨损的咱们的这个关节面继续承受这种高强度的冲击和我们的这个摩擦比如说我们说跑步，那跑步肯定是摩擦会加大那么我们的深蹲那么就会有这种关节面的这个冲击那么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精准温和强化膝关节周围我们的一些相关肌群，这个也是我们动力性的一个稳定装置。我能理解就是要通过锻炼肌肉来保护和辅助我们的这个关节。对那您帮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个肌肉强健了是怎么能够像这个减震器一样来去发生保护作用的？其实就刚才咱们说这个膝关节在膝关节的上下，也就是说我们大腿的前侧就有一个肌肉叫做股四头肌那么在大腿的后侧叫做腘绳肌包括我们臀部的这些肌群，它其实就像是包绕在我们膝关节的这个精密轴承两侧的这么一个活性的绷带。
或者说也可以叫动态的减震器。其实在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啊，它就可以有效的分担关节软骨的这个压力，维持关节在活动中的这个稳定性，不至于错位啊、脱位啊等等等等啊，从而就可以缓解这个疼痛，改善我们的这个运动功能。